凌晨4点，新德里贫民窟外面几百个人已经蹲在地上了，没有人说话。塑料桶、铁皮桶、矿泉水瓶子排成一条长队，太阳还没出来，铁皮屋顶已经烫手。他们等的不是生活用水，是今天能不能撑过去。没有人知道今天水车会不会来，昨天没来，前天来了，放了20分钟的黄泥水，队伍才走了1/3就停了。有人为了半桶水打了起来，一个塑料桶被踩扁，水洒在滚烫的地面上，还没流开就蒸发了。几个女人蹲下去，用手掌去刮，用衣角去吸，不是水，是今天能不能活下去的资格。而距离这条队伍不到2公里的地方，一栋白色别墅院子里，自动喷水器正在旋转，细密的水雾落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上，在早晨的光线里泛着红。泳池是满的，狗碗里是过滤水。一辆私人水罐车停在门口，正往地下蓄水池里灌水。搬水工蹲在水管旁边，满手是水，嘴唇干裂到说话会撕开口子。他今天出门的时候，6岁的女儿问了他一句话：爸爸，你不是送水的吗？为什么我们家没有水？他没有回答，因为他知道今天他会亲手把几千升水送进别人的泳池和草坪，但没有一升是属于他的。这就是今天的印度。2026年5月的热浪期间，全球高温排行榜前列几乎被南亚城市刷屏。印度多地气温逼近，甚至突破50度，暴晒的地面烫到不能赤脚走路，柏油路发软，塑料拖鞋被晒到变形。但印度真正可怕的不是热，是热了以后你才发现水就在这座城市里流动，却永远流不到最需要它的人手里。你以为印度是真的没水？不是，印度的雨季降水量并不少，问题是雨来的时候它接不住，雨走的时候它留不住，等高温来了，它只能看着水库一天天见底。2026年5月，印度官方监测的上百座主要水库蓄水量在热浪中快速下滑，饮水、灌溉、发电压力同时上来，不是没下过雨，是下过的雨变成洪水冲走了，渗进地下的被抽干了，存在水库里的被太阳蒸发了。你以为是老天不给水，错了，是水来过，但这个国家没有能力把它留住。那地下水呢？更惨。印度农业和城市民生长期高度依赖地下水，尤其在很多农田里，机井就是命根子。你开车经过北方邦的农田，每隔200米就能看到一口机井，电线从国道上撕拉下来，24小时不停地抽。政府不但不管，还给农民提供几乎免费的电力补贴。你用电抽水，电费我来贴。听起来是惠民政策，实际上是拿子孙后代的水换今天的选票。井越打越深，去年80米能出水，今年要打到120米，明年可能就是一口干井。每个人都知道地下水快抽完了，但每个人都在赌，最后一口干井不要出现在自己任期里。印度官方智库早就发过预警，包括德里、班加罗尔、金奈在内的多座大城市，地下水正在逼近危险线。如果继续这样透支，几千万城市人口都会被卷进缺水危机。当年很多人觉得危言耸听，现在正在逐一兑现。而且这几件事一旦搅在一起，就变成了死循环。高温加剧蒸发，水库见底，水库见底，水力发电停摆，发电停了，大面积停电，停电了，地下水的抽取设备转不起来，水困在地底下和困在天上一样远，越热越缺水，越缺水越停电，越停电越没人能活得像个人。今年2月，盛夏还没到，新德里就爆发了大规模断水，大量城区居民家里的水龙头完全干涸，桶装水价格暴涨。在底层市场上，1桶饮用水的价格顶一个普通工人干一整天的收入。你以为是天灾？不是，天灾只是把盖子掀开了，底下的烂是几十年攒出来的。那政府不知道吗？知道。印度在1980年就提出了内河联网、南北调水的宏大规划，图纸画好了，方案论证了，预算也估过了。然后呢？40多年过去，真正能改写全国水资源格局的主干工程依旧没有落地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步真正有用的办法都会先得罪一群人。管控地下水得罪农民，农民是印度最大的选票基本盘，哪个执政党敢动，哪个执政党就准备下台。提高水价得罪城市居民，拆非法机井得罪地方势力，搞跨邦调水，上游说凭什么把我的水给你，下游说你不给我就告你，中央说你们在协商协商，然后所有人一起等下一届政府来协商，得罪农民丢选票，得罪地方推不动，得罪富人没人敢，最后只能拖。再加上种姓，在缺水的印度，种姓就是你能不能喝到水的通行证，低种姓群体取水仍然会受到排斥甚至羞辱。水井、水龙头、
排队的顺序全都可能变成身份边界。你住哪个区，排哪条队，姓什么，认识谁，决定了你今天喝的是冰水、黄水，还是根本没有水。所以最后所有人都在等，政客等下一届，地方等中央，上游等下游，富人等水车，穷人等奇迹。那个凌晨4点出门送水的搬水工也在等，他等的不是奇迹，他等的是今天能不能从水管接口的缝隙里偷偷喝到2口溅出来的水。你以为中国没经历过这些？经历过，而且一点都不轻。1992年到2014年，华北地下水经历了最疯狂的22年超采。北京部分片区地面每年下沉10厘米，天津一些区域累计沉降超过3米，不是轻微缺水，是河断了、井深了、地面塌了，城市在慢慢失去自己的地基。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彻底断流26年，河床干涸，长满了野草，最后变成了越野车撒欢的场地。华北平原成了全球最严重的地下水超采区域之一。当年很多人担心华北会继续荒漠化下去，这件事放在很多国家，第一反应是开会，第二反应是扯皮，第三反应是等雨。中国的选择是修南水北调，跨4条大河，穿几百座山，协调几10个省市，安置几10万移民，投入几10年，只为了做一件事，让南方多出来的水流到北方缺水的土地上。长江水从黄河的河床底部穿过去，2条大河，一条在上面奔流，一条在地下穿行，互不干扰。水逆着地势被扬水站一级一级托举上去，往高处爬了65米，这不是自然地理，是一个国家用人力把地理重新写了一遍。印度的调水蓝图在纸上躺了40多年，中国的南方水已经从丹江口流到了北京人的水龙头里，一个还在讨论水该不该调，一个已经让水走完了上千公里。10年累计向北方调水超过765亿立方米，1.85亿人直接受益。同时关停大量违规超采机井，推广节水农业，全域生态修复。华北地下水位平均回升好几米，北京几10处干涸多年的泉眼重新涌水，断流26年的永定河全线贯通。对一个北京普通家庭来说，南水北调不是地图上的一条蓝线，是水龙头打开以后那股稳定流出来的水，是夏天不用担心明天有没有水洗脸做饭，是一个国家提前很多年替你扛下了你根本看不见的风险。说这些不是为了踩灾难秀优越，在极端高温面前，所有人都渺小，不分国籍。但同样面对缺水，有的社会把水变成了富人的特权，有的国家把水变成了必须兜底的民生工程，有的体制把问题一届一届往后推，直到推成灾难。有的国家在所有人都说来不及的时候，花了几10年，把一条江的水搬到另一条江的流域，高温会过去，旱季会结束，但下一轮更猛的热浪已经在路上了。到那个时候，决定谁能撑过去的，不是天气预报，不是运气，是你脚下这片土地。在过去几10年里，有没有人替你修过一条看不见的水渠？那个新德里贫民窟的送水工，明天凌晨4点还会准时爬上那辆装满水的车，他的车上有水，他的家里没有。